王宝强时隔10年再赴春晚，2次助阵杨紫，表现力十足。延长兔年春庆场合，谁最接地气？2008年破天荒现身迎春晚会的艺人王宝强，演奏了小品《交通协奏曲》，带动了转瞬专家之调的演唱。心里感慨的同时，王宝强自己也表示还是很期待的，显然更加怀念回到春晚舞台。结果2008年的迎春晚会，我觉得自己还是太年轻了。当我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，我练习表演，让全国人民看到。那时我非常焦虑和压力状态，时隔多年再次回到春晚会的场景，感觉格外的踏实，显然我也很幸福。我期待我的新节目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。今年的迎新晚会是王宝强粉丝眼中的一场盛会，此次王宝强将成为2023春晚活动项目最多的个人。在央视报道的迎新春晚会节目单中，王宝强有3个项目是最闪耀的项目，他们是开场曲《花蒙丽花》、微缩电影《我和我的春节功课》、小品《我快来了》。王宝强唱、演、谈相声，节目火了。显然，这里有2处与杨紫的合作可以参考。为了使节目真正充满活力，他们俩一边检查一边在练习街上散步。有了2008年春节的参展经历，这一次真是来劲十足。小心并系好安全带。从主要的春季庆祝活动开始，已经过去了15年，每个人都在期待这场完全准备好的精彩表演。从春节节目单公布的那一刻起，网络上的数据量就太大了。琳琅满目的明星，琳琅满目的伟大工程，让个人目瞪口呆。王宝强最后一次出现在迎春晚宴上，是一个基本的地地道道的旅游达人，适合牧场主的工作。王宝强出生在河北邢台的一个工人家庭，几年来他一直是牧场主。在他10岁那年，亲人将他送往少林圣域，以报仇雪恨。16岁还未完全确定成为一名肉搏天才，一创却被现实世界狠狠地打了一拳，又跑了很长时间，无人问津，更磨砺了王宝强的坚强意志。直到视障人士的出现才给了他机会，他也因此获得了最佳新人奖。据传，王宝强当时才拿到200元左右的赔偿金，但这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扎实的功底和艰苦的工作。这种好斗的灵魂受到大家的喜爱。在他扶持陈思诚之后，唐人街探员再次爆发，事业不断进步。到现在，他遇到了生命中可敬的人冯小刚，让他来拍《无赖星球》，帮刘德华和刘若英。他很快就认了出来，并以无知将军的身份红遍了大江南北，随后又走上了攻城略地的道路。我的弟弟叫顺流，他在草根逆袭中获胜，然后他当时帮了徐峥拿下了13亿的影业。王宝强凭着他的霸气，一举打响了大江南北。在演艺生涯的10年里，王宝强演艺事业、家庭、婚姻一点一滴看得一清二楚。王宝强是正派人，正派有底线，只是他个人知道。对于当年出卖自己的前任容妈妈，他又是什么看法呢？那段时间，王宝强同样非常珍惜这个管制女孩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他明明是抱着王宝强这个才子，却没有睁眼，因为自己的淫荡，认为吊着是个宝库，任凭世人皆知的幸福家庭破灭。而我从王妃变成万夫之妻，只用了1个晚上。很显然，王宝强现在同样多了一个心上人，娇柔可人，给了他更大的支持和慰藉。王宝强一直是一个沉稳健美的艺人，凭借如此活跃的能量，今年的春季庆典活动将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表演。再次恭喜王宝强今日发家致富。另外3个项目也是大家期待的，欢迎留言。02留在我身边是一个充满亲情的家庭。肖战生日精选好礼送达，肖战分外开朗。近日，网络上有博主发布了《阳光与我》剧组为肖战庆生的精选集。洁白而灿烂的大兔牙，这种温馨的景象，每次看都非常感动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肖战频频在片场请客，还给艺人送小礼物。艺人、首领、艺人3者合一，相处愉快。据推测，太阳与我同在应该是一个充满崇拜的大家庭。
除了严肃对待路透社在网络上的造假行为外，该团队还为艺人肖战送上了精选生日礼物。基本上大家都很高兴为肖战过生日，而肖战本人更是笑得合不拢嘴，幸福极了。事实上，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。肖战是一个正派踏实的艺人，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一流偶像。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说肖战很棒。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，大家都被这温馨的一幕感动了。他们非常喜欢看到开朗的肖战，并不认为肖战应该受到侵犯。显然，他们都如愿以偿。团队融洽，演艺人员和蔼可亲，各司其职，各司其职。这样的团队做善事是明智的。说白了，新年已经提前开始了。祝肖战新年快乐，也祝愿团队能轻轻松松完成创作，定下时间表，快点和群里的小伙伴们见面。我一直在琢磨的就在这里，祝大家新的一年开朗幸福，抛开糟糕的心态，新的一年换一种心情，阖家欢乐。网评众刷率最高经典剧 Top 10知否？去年网播量竟赢《甄嬛传》。2023春节过后，《甄嬛传》又一次重播了。《甄嬛传》可以说是长尾效应最狂的经典之一。所谓的长尾效应，就是剧集下档之后的延续性。剧集下档 M 年依然不间断被拿出来讨论，并且即使有新剧上档，这些经典剧的网播量依然年年增长。近期路网也评选出观众众刷率最高经典陆剧 Top 10。肖战、王一博《陈情令》第9，杨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第7，赵丽颖知否2022众刷网播量竟打败《甄嬛传》。Top 10，杨紫、李现《亲爱的，热爱的》。杨紫和李现主演的甜宠剧《亲爱的，热爱的》来到10名。这部是2019年的现象级爆款剧王，网播成绩相当亮眼。当初在爱奇艺和腾讯双平台联播的累计网播量破177亿。高糖的剧情让剧迷一刷再刷，主要也是杨紫和李现演的太有魅力了，看不腻。亲爱的，热爱的改编自墨宝非宝小说《蜜汁炖鱿鱼》，当初热播时一举让杨紫、李现爆成顶流。因为实在太火，后来墨宝非宝另一部小说《密室困鱿鱼》拍成姊妹篇《我的时代，你的时代》，杨紫和李现回来客串还引爆话题。而且这部剧完结已经4年了，但到现在李现还是会在杨紫生日时送上祝福，这让大家怎么出坑啦？ Top 9，肖战、王一博《陈情令》。2019年的现象级爆剧中的爆剧《陈情令》下档这4年中同样拥有超高众刷率。这部剧将肖战和王一博2位小透明演员捧成顶级流量明星。如今《陈情令》的话题发酵依然不间断，时不时就会登上热搜。他在豆瓣上的参评人数高达160万，评分人数越多代表热度越高。该剧参评人数是目前的电视剧之冠，这样大家可以想象得到《陈情令》有多爆了吧？而且《陈情令》已经连续4年入围世界100大电视剧，即便剧集过了热播期，依旧有新的观众入坑。《陈情令》的观众增加占比高达114.87%，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。《陈情令》毫无疑问是单改剧的引领者，后续接连拍了《浩一行》《杀破狼山河令》《张公案》等单改剧，大家都想沾光《陈情令》开发出来的市场。然而后来因为广电的单改禁令，所以那些还没播的都暂时播不了，大家只能继续重刷《陈情令》了。Top 8，张若昀、李沁《庆余年》。《庆余年》也是目前为止重刷率最高的经典剧之一。该剧被誉为世纪琅琊榜之后最精彩的权谋古装剧。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把幽默元素和权谋斗争完美融合。追剧时还想着剧情为何会这样的时候，同时又让人笑掉大牙。光是2022年《庆余年》的有效播放量就突破10.7亿，都已经播完4年了，还能有这样的成绩，真的厉害。《庆余年》预计拍3季。第2季原本2022上半年就要开拍的，但因故又延到2023年，目前仍然还没开始拍摄，估计还有的等。不过《庆余年2》也是2023观众最期待的陆剧冠军，真的迫不及待想知道第2季故事会如何发展。Top 7，杨幂、赵又廷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
不意外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也榜上有名。这部是近年的仙侠剧代表，真正堪称现象级爆款神剧。它的网络播放量突破500亿大关，相当惊人，是目前所有剧中的冠军。长尾效应更是极强。虽然原着小说深陷抄袭风波，但依然阻止不了大家追剧。6年前是仙侠剧最鼎盛时期，杨幂、赵丽颖都接连出演多部仙侠剧，大火后人气瞬间往上冲。而《三生三世》真的把杨幂带到巅峰，为她拓展更广的海外知名度，同时捧红迪丽热巴、高伟光、张彬彬一票新演员。Top 6：杨紫、邓伦香蜜沉沉烬如霜。香蜜沉沉烬如霜的长尾效应也超强，光是2022年就又被重刷了6亿网播量，而且这是已经脱水过后的数字，意思就是没有注水，实打实的创造了6亿网播量。这部剧播出时因为撞档轻功爆款剧《延禧攻略》热度被拉走不少，不然会更爆，但累积的网络播放量依然破160亿呢。香蜜沉沉烬如霜不只将邓伦和杨紫推向一线人气明星，连男配罗云熙也一起捧红，成为炙手可热的古装男神。许多网友都觉得香蜜剧版超越原着小说，许多剧情的调整都让故事张力更强。Top 5：赵丽颖、林更新《楚乔传》。《楚乔传》是2017年的网播量冠军，当初《楚乔传》热播期间，网播量就破459亿，这数字真的相当惊人。而该剧的长尾效应也很厉害，剧中5年后，与2022亿整年，又累积了5.9亿的有效播放量，都播完5年了耶！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《楚乔传》的结局实在太让人火大。改编自小说的《楚乔传》其实只演了一半的故事。当楚乔终于对宇文玥表白心意时，宇文玥重伤坠河，楚乔也掉进去，然后就结局了。当初这结局让大家很傻眼，大家盼了啊盼都没等到赵丽颖和林更新演出《楚乔传2》，但倒是盼到了2人在与凤航二搭，也算是弥补当年《楚乔传》烂尾的遗憾。Top 4：陈建斌、于和伟、林心如新三国。2010年版的新三国也是多年来不断被重刷的老剧，光是2022年它又增长了5.4亿网播量。三国故事被拍过无数次，这版绝对算得上经典，豆瓣评分高达7.9分。虽然负面评价也有，故事显得冗长拖沓，但人物性格的完整度高，让喜欢追历史剧的观众愿意一再回味。现在越来越少这种群像历史剧了。Top 3：赵丽颖、冯绍峰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。赵丽颖主演的古装剧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实在太狂了。光是2022年，它的网播量增长就高达24.2亿，这数字比该年上档的许多新剧都还高。《知否》也赢过《甄嬛传》，成为2022年一整年大家重刷最多的老剧。《知否》创了不少收视记录，破100亿的网播量是2019年年关，而且《知否》的长尾效应非常强。所谓的长尾效应，就是剧集下档之后的延续性。《知否》常常出现在各个讨论版里，出圈梗特别多，下档多年仍不间断，并且在各个播放榜单里常看到它和新剧同框的身影，这真的很强。Top 2：胡歌、刘涛《琅琊榜》。《琅琊榜》排在第2名也毫不意外。《琅琊榜》绝对是近年最经典的权谋剧，剧情高能精彩，每一计策环环相扣，总能出乎意料，再加上细腻真挚的情感，让故事更迷人。小说《琅琊榜》本来就很神，没想到剧版更神。其实剧版删减不少情节和角色，但依然改编得相当成功，是近年少有的神剧之一。《琅琊榜》2015年播毕，到去年已完结7年，但2022亿整年仍创造了12.9亿的有效播放量，同样是长尾效应非常强的剧。Top 1：孙俪、陈建斌《甄嬛传》。第1名还用猜吗？当然是《甄嬛传》啦！它绝对是近10年的巅峰神作，这几年大火的宫斗剧题材就是因它而带起来的。每次小编只要转到再重播《甄嬛传》，都会忍不住停下来看，就算看过好几遍，还能发觉之前没有察觉到的剧情细节，细思极恐。这部剧真的太强了。《甄嬛传》的叙事很特别，步调慢慢的，却让人越看越深陷。每个人物的微表情都在说故事，每一句台词都像经世箴言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甄嬛传》2012年播完，到2022已经播毕10年，已经称得上是老剧，但它是长尾效应最强的神剧，光是去年一整年就又创下13.1亿的播放量，支书赵丽颖的《知否》获得2022年网友重刷最多的老剧第2名，都10年了耶，大家还看不腻。而最近过年，观众又开始重刷《甄嬛传》了。最有趣的是，优酷站还推出新功能，当追到《甄嬛传》第45集时，只要在评论区输入回宫，就能直接跳转到第56集甄嬛回宫的场景。因为当初甘露寺修行桥段被很多剧迷觉得有点冗，都10年过去了，竟然还能被大家玩出新意，《甄嬛传》真的是不败的神剧，感觉《甄嬛传》还能再红个10年吧。